季无忧缓缓呼了一口气，也不知忘情他们在3000世界境遇如何了。能帮长寿做事，其实也是各自机缘，能得天道功德，天庭气运。可惜啊，我是渡仙门掌门，物色好下一任掌门之前，也不能提前退休，去3000世界中精彩精彩。玄雅在天庭是否如意啊？这个傻丫头有时太过于正直，而洪荒中人心最是险恶，能去天庭发展也是好事。但门人仙人是否去天庭，还是尊重各自的选择。修行求的是长生，但在一个中等规模的仙门来看，长生仙少之又少，故大部分炼气士追求的其实是寿元悠长，无拘无束。这一点长寿寺是感触不深，我稍后若有机会也是要跟长寿说一说。禁言，禁言。今非昔比小长寿，一直未动须掌门。只见玉符停下转动，季无忧转过身来，将玉符放于袖中，驾云飞出窗户，隐藏行踪，朝着小琼峰飘去。抵达小琼峰外围，季无忧稍微的等了一阵儿，待前方出现了灵气波动，他便悄然地钻入了小琼峰这厚厚的大阵中。每次感受小琼峰的大阵，季无忧的心里就会泛起2个字：浪费。一个峰上也就2、3个弟子，搞这9重12阵有什么用？总不可能有大罗金仙会出手轰击小琼峰吧？真要如此，那大罗金仙岂不是死定了？飞过厚厚的阵法灵力对流层，一座安宁静谧又透着几分祥和的灵峰就展露在眼前了。看一眼那满是木华之精气的上古灵木林，感受一下那灵湖之中蕴的上古水源之精，整座山峰在仙石感之中像是天成的福地。但季无忧可是完全清楚，这小琼峰原本只是一个在万年大战中被削掉了峰头，毁掉了灵气的小破峰。长寿已是厉害如斯啊！哎，那湖边怎么多了一座小峰头啊？嘿，会动的。那小山般的巨灵力站起身来，对着季无忧抬头挥手，动作虽然很自然，但是因为身形太过庞大，以至于显得十分的缓慢。师父啊，灵力啊！季无忧松了口气，感受着熊灵力那浑身上下酝酿着的恐怖力量，喉结禁不住颤了2下。这还是我的记名弟子，这一拳下来，我这个本来就有伤在身的金仙恐怕都要重伤吧。不愧是跟着长寿混的人教骨干呢。季无忧露出温和的笑意，左掌探出，仙力凝成一只巨大的手掌，在熊灵力的额头上轻轻拍了拍。哈哈，最近不见，长高了啊！嘿嘿，不错不错。熊灵力不好意思的嘿嘿笑着。小琼峰上响起了闷雷声，灵湖边正在熊灵力带起的大风中凌乱，等待季无忧落下来的李长寿与灵娥目睹此景，也不由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李长寿自是指道人在此，本体已经开始做准备，去南赡部洲阻击那些要狩猎凡尘帝王的邪修。这8成又是西方教在搞事，而这个手段比起之前西方教的形式要高明许多，堪称是釜底抽薪，专打天庭的软肋，瞄准了李长寿颇为在意、影响最为深远的天庭仙气商部族体系，从而影响天庭对封神大劫的影响。盲猜一波，西方教大师兄弥勒在操作。如今这个时机确实是西方教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，不然只能够束手待毙。见季无忧缓慢地飞下来，李长寿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，与灵娥一起做道一行礼，拜见掌门。
季无忧连忙降下云头，对着李长寿回了一个道揖：“拜见星君，是贫道该拜见星君。”灵娥禁不住掩口轻笑：“师兄，我去为掌门沏茶。”将我从瑶池带回来的好茶拿出来。李长寿如此叮嘱一句，摆了一张矮桌，2只蒲团，请季无忧一同入座。灵湖对岸，熊灵力再次躺了下去，对着天空发了一会儿呆，就开始了独特的修行方式，借血脉强化自身，超舒服的爽。季无忧笑道：“长寿啊，最近天庭事务可繁忙？”“哦，尚算安静。只是如今大劫降下，天地间颇为不安生。从中神州到东胜神州，再到3000世界，炼气士流血越来越多了。根据天庭监测，只是最近数年的炼气士死伤，都已经超过过往数百年。多事之秋啊！”季无忧缓缓叹了一口气：“天地无常事，生灵有繁雕，这也是自古而来的道理。长寿你所做的，已是绝大多数修道之人所不能做的，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。”“多谢掌门。”“喊贫道道号就是了。你现在可是贫道的长辈。”“在渡仙门内，长寿自是渡仙门的弟子。掌门不必担心，此事我特意对老师请命过，得了老师应允。”“哦。”季无忧眼前一亮，小声问：“咱们圣人老爷可健谈否？”李长寿沉吟一阵儿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算稳妥。你说老师不健谈吧，老师能拉着我聊个10年8年的，各种话题都有涉及。比如我第一次去太清观拜见，聊了3年之久。可说老师健谈吧，到目前为止，与太清老师独处时，老师的话语平均装填周期是14.6天。老师说话言简意赅，而且平易近人，清静无为。季无忧顿时就有点晕乎，真是说了跟没说一样。灵娥端着茶水自侧旁飘来，跪坐在师兄身侧，为掌门和师兄奉了茶水，就抱着托盘飘回草屋。掌门可是有事来寻？也无其他要事。季无忧在袖中摸出那枚玉符，递给李长寿。家师让贫道带几个高手去一趟逍遥仙宗，帮他们撑撑门面。哦。李长寿将玉符接过，小心地探查了一下，随之面露恍然。据掌门所知，这几家仙宗可有问题？问题是指他们背后有无大教宗印？季无忧沉吟几声，掐指推算，自是毫无所得。据贫道所知啊，这3家仙宗与逍遥仙宗积怨已久，此次联手发难，未尝没有借大劫之势的打算。这种属于仙门立身之事。按规矩，除却逍遥仙宗的开山祖师，家师和其他人教高手都不可直接出手，不然会被人说以大欺小，说人教输不起云云，会折损咱们人教的名誉。故老师命贫道带人前去助拳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惯例啊。只是如今大劫降临，贫道隐隐有些担心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李长寿缓缓点头，继续思索一阵。掌门还是多加小心。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了2瓶丹药，1打纸人，正色道：“这是我的指导人化身，若掌门遇到危急，可以随时呼唤我。”这倒是不必了，在洪荒混了这么久，也有安身立命之手段。掌门，李长寿的面容颇为严肃，你这话说的就有些危险。还是拿着吧，稳一手。就当这是本星君之令，请掌门随时与我联系。倘若掌门遇到麻烦，我直接以天庭太白金星的容貌现身，
唬一唬对方也是好的嘛。季无忧抚掌大笑，将指导人与丹药放入袖中。哎呀，贫道就稳这一次。李长寿仿佛听到了砰的一声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旗子碎掉的响动，又叮嘱了掌门几次。自己受掌门恩惠也是颇多，如今世道正乱，道门仙宗倾轧之势渐渐浮现，不管旗下有没有人暗中搞鬼，这都是大事。封神大劫波及的不只是圣人弟子，还有三教仙宗。这一点李长寿在尚未成仙时就已经有了清晰的推算。大势难改，天道碾压，欲要均衡，着手微弱。季无忧走后，李长寿的心底也仔细地思索了一阵，心神在渡仙门附近埋藏的指道人军团身上划过。论自己埋藏在渡仙门地下的仙力总量，足以把整个渡仙门夷为平地数十次。仙力嘛，消耗了就可以吸纳灵气转化回来。洪荒天地此时灵气还算是充沛，自不会有缺。师兄，灵儿在旁边飘了过来，收拾茶杯茶壶。怎么回事呀？不是什么大事，掌门要去给逍遥仙宗助拳。逍遥仙宗？好吧，没什么印象呢。不必挂念，专心修行。科勒尔都已经成金仙了，你虽然不能够急躁，但也要加把劲儿才是了。灵儿甜甜的答应一声，在旁边眯眼笑着。等本仙子金仙境了，就把师兄你迷倒扔到床上，这样那样这样。李长寿下意识地做出侧耳倾听状，这一句指导人顿时化作了一缕青烟，钻入灵儿的袖中，留下了一句为兄且忙正事。灵儿吐了一下舌尖，端着托盘低头飘走。水神大人，水神，不，星君大人，是我，您的崇拜者，小弟弟呀。李长寿刚听到这般呼喊，一口茶就差点喷出来了。这呼喊声自是身在轮回塔中的谛听，在对他藏在丰都城的指导人利用谛听天生神通的逆向神通，直接对着李长寿的心底传声。当然了，李长寿可以瞬间斩断这一份关联，只不过赎罪兽主动传递风声，虽然不能够全信，要提防是否是对方放出的烟雾弹，但是自己还是可以听一听的嘛。就听谛听传声道：老规矩，您不必回应，别封锁心神，咱就能感应到您的想法。那个西方教大师兄又来骚扰我家主人了，他还很得意地说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。这次他要瞄准南赡部洲俗世的人族王权，好像是要针对那个得了天庭庇护，也是星君大人您一力扶持的商部落。只要找些邪修刺杀了商部落的首领一族，自可扰乱天庭的布置，甚至进一步影响整个封神大劫的走势。这次他这招确实挺厉害，星君大人当早做提防。此事我已知晓了，他还说了什么？好像是想劝我家主人支持他，已经说了很多陈年旧事。谛听的话语中颇为不屑。早先干什么去了？我家主人受灾受难的时候，他可是躲在暗处，根本不想向前。现在看西方教有了主人这个气运支柱，又到了大劫有好处可捞的时候，就出来蹦跶了。哼，瞧不起他。谛听抱怨几句，李长寿却一阵思索。李长寿在心底又问：你主人可说了什么？主人只是说此事与他无干。多谢提醒，你主人自是与此事无关。李长寿的心底如此道了一句，就将指导人的一缕元神之力封锁，断了与谛听的联络。这个弥勒感觉欠了点火候，还是当年的地藏更为棘手，让我有无可奈何之感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或许弥勒闭关太久，
对整个洪荒局势的把控之力虽然还在，这计策也颇为厉害，有点似两拨千斤的味道。但是计划还没有开始，就去找地藏炫耀。若不是炫耀，而是故意给我下套呢？李长寿仔细思索一阵，虽然不能够排除阐教与西方教暗中联手的可能，但是这一点可能性十分的微弱。文一手这就去请太极图，把金鹏暗中调过去，提前见一见孔宣大姐头，将布置做得周全到不能再周全。若是这般，我还护不住上部族，那就只能请天罚之雷护持正道沧桑了。李长寿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让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算计，与西方教大师兄好好的较量一番。得，刚应付了一个自我攻略的盗版眼线，又来了一个正版眼线。也不知文静带来的消息是否与玉鼎真人、谛听给的消息有所不同。沙沙的轻响中，指道人肩头那不起眼的文字悄然消散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一动，对文静道人尚未完全散掉的神识传声道：稍后莫要一直用这文字的模样现身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今后把神通加点伪装，做成金蝉或者是蚂蚱的模样吧。灵山山脚的隐秘洞府中，正泡在水池中的文静道人顿时有点懵。星君大人当真有些一言难尽呢。